卸下来了，准备拆箱。哇哦，好好，今天这个春风800MT 也到了好几辆，咱们问一下店里的销售人员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咱这今天到了几辆？一共是11台。这个现在是几个版本？现在？它是3个版本，不过一般都是定最高配带3箱的。啊，直接上最高配了。对，旅行版带3箱。那个价格是多少67680。现在这个春风800MT 正在安装这个风挡。还在这个弄电接上吧。这个先按色键是那个菜单，然后按上键2秒进入这操作选项。连接这个手机投屏的话，属于设备连接，然后蓝牙，打开咱那个手机蓝牙，你打开蓝牙，你打开。906-5BA7，这是有一个型号，点击这个连接就行。好，这都已经连接上可以了。然后打开咱那个刚下载 APP 的。啊，这个是吧？就是输入一个地址，就可以直接投屏上去。它这投屏的时候，是不是这个手机一关还能用吗？可以，这个软件不退出，后台运行就可以了。这样投屏，然后点击这个导航下发，稍微有点延迟，这个网络手机什么输入一下，随便输一个地址位置一个，对，这就已经投屏上去了，直接这样，然后锁屏的话也是可以的，就是出去就不用在那个随身带着手机。揣兜里就可以了。哦，这样，它这个路标，它就是向左向右。对，跟这个导航实时同步的，跟那用的是基本高德导航、高德地图实时同步的，这个是准确度的话是没问题的。然后推出这个有2种模式嘛，一个雨天模式，按 Set 长按 Set 键，同样的长按 Set 键，按 Set 键长按上键2秒钟，进入这个驾驶模式的选择。确认，然后有一个运动模式，一个雨地模式。哦，2种模式。对，雨地模式会那个限制功率输出，雨天骑行更安全嘛，这个。然后有一个手把加热，同样的3档可以调节的，三个档位调节。然后座椅加热，同样就有3档可调功能。座椅加热是对，前后。对，前坐垫，只有这个这里。然后就设备连接，最基本的是比较好选择这个信息，因为你汉化做的比较好。常规操作，这个基本都是常规操作。而且这个大灯是那个全 LED， 并且有原车出厂标配的雾灯。看一下。出厂标配雾灯。这是2个小灯是雾灯。对，2个小灯是雾灯。雾灯的话可以随你的转向，然后起一个辅助功能。啊，这个是全系标配吗？全系。哎，它这2个灯是对，打右边转向，右边雾灯亮，然后打左边转向，左边雾灯亮。哦，就是随着那个转向。随着转向，然后打那个应急的话，它会2边同时亮。它是一个转弯辅助功能，夜晚会更安全。这个。哦。这个是日间行车灯是吧？对，这个日间行车灯。哦，这个挺亮的这个。对。风挡是这个无极调节的这个。高度可调。啊，这个是手动可调的。对，手动可调的。啊，你再调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大概有那个不到10公分这个。哦，差不多。对，因为这个车头本身就比较高，这个。那这个坐上还可以，这个原厂的都可以了。对，原厂的几乎对于一般身高来说应该没问题了。这个。你再高的话就挡驾驶员的视线。再高的话，你下边视线影响视线。再一个也不安全，站立骑行的话不安全，这个也。这按键介绍一下吧。按键这个常规的应急双闪，然后这个点火，这个是大灯按键，这个是那个就是模式选择这个模式选择区域，这个常规的喇叭转向，这个很常规的，这个就是定速巡航，这个同样有指示，在那个骑行4档超过时速40公里的话，它可以
哦，40以上啊。对，4档40以上，它的工作条件是这个。OK。最后的汽车转速，中间是那个显示时速，然后右侧是比较直观的显示档位显示，这个比较直观。然后左边是那个模式，最左侧是水温，然后最右侧是油表。现在这个油已经报警了，这个刚刚新车那个。这个左上角是那个里程，右上角是咱手机互联摄影、手机电量、蓝牙、手机信号，然后温度、时间。800 MT 啊，看着没？这800骂他，哎，就这暴脾气，谁不服就骂他。你看这玩意儿呢，谁能整得了？就这还行呢？你看边上这个吗？这是干他，看着没？干他60，这暴脾气没谁了，真的。哎，咱接下来给你们看看这个座高啊，1.68米的小姐姐，这是下一位选手。1.96米的大哥，双脚跟都能着地啊！再下一位选手，这是1.7米的一个男同志。再下一位选手，这1.73米的一个男同志。接下来是教授登场啊！教授1.79.5米光脚，穿鞋1.82米，两个前脚掌能踩实。下一位选手1.86米，属于腿长型选手，双脚跟着地。接下来给你们看看这个减震啊！这排气瞅着像让人撞瘪了似的呢，这膜啊贴的里了歪斜的，给它扯没它。你这接缝这没用。看这焊点，哎呀，比 KTM 强点儿，强不哪去。还行吧，反正没有那个像透明星这喷的那喷摇哪都是，是吧？好歹还都搁一块堆呢，虽然它不太平整。这么看，这凯越跟这个无极的焊工，这国内是真的是顶尖了，是吧？看看螺丝啊，也是那什么达什么玩意儿的螺丝，一个大屏，显示东西倒挺全的。完，我对这玩意儿呢没。我这地方他妈瞅着像裂了似的呢，我搁这家一看呢，我气势不是给我吓一蹦。看这细节的做工啊，还行，是不是吧？基本上这边边角角、嘎嘎拉拉的，基本瞅着还都还行，毛叉啥的。这边是一个点烟器，这边是2个 USB。这接缝啥的瞅着也都行，是不是啊？包括这个螺丝啊啥的，也都挺整齐的。瞅着做工真就不错，这可调的避震是吧？左右。完喽，坐垫非常好。它座高不是特别高，但它830的座高跟那个大野狸860的这个落脚感其实差不多的。它比较宽，这玩意儿就舒服。看看这个屏幕吧，我看老多人也都拍过这玩意儿，也没啥看的。我不太喜欢这种大方屏，瞅着他妈磕碜，各花入各眼嘛。这玩意儿呢就上油，上完油打火。说是 KTM 790同款发动机嘛，一个生产线上下来的。完了这声啥的就这样。